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现在的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，也越来越讲究营养均衡，但维生素 D 缺乏是一个世界范围公共健康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与癌症和老年痴呆都有关系的营养物质，建议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都收藏起来好好看看。约 60% 的成人都缺乏维生素 D。 据统计，全世界大约有 30% 到 50% 的儿童和成人都存在维生素 D 缺乏，而我国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也较为严重。北京朝阳医院对北京城区5500名居民进行了维生素 D 的水平调查，结果发现维生素 D 缺乏率高达 87.1%， 直到骨骼健康及格线水平的一半。此外，我国其他地区的维生素 D 的水平也并不乐观。国内的所有研究所都提示，维生素 D 缺乏非常的普遍，甚至约 60% 的人缺乏维生素 D。 重要的是，一旦缺乏这类营养素，不仅免疫力会下降，就连骨骼疾病、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二性肿瘤等各种的疾病都可能会找上门来。它在人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也许您的印象中晒晒太阳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D，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它都不了解。缺乏维生素 D， 补再多的钙都是徒劳。维生素 D 会影响钙的吸收。数据显示，当人体内有足够的维生素 D 时，对饮食中钙的吸收率高达 30% 到 40%， 但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D， 人体对钙的吸收率就只有 10% 到 15%， 几乎减弱了2到4倍。这样一来，机体的骨骼健康就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不过维生素 D 只有通过肝脏代谢变成钴化2醇，再经过肾脏代谢产生钴化3醇才能发挥作用。中老年人缺钙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，主要有以下5种。骨质疏松，缺钙使得骨密度降低，骨量减少，导致骨质疏松，容易引起骨折。体内钙分布紊乱，血管壁钙的含量升高，导致血管弹性降低，引发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，继而发生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等。钙的代谢障碍与内分泌功能失调，可引发糖尿病。缺钙可使神经兴奋，造成失眠、肌肉痉挛、抽筋等。关节部位可因缺钙而致的抗病能力下降，容易患风湿以及风湿性关节炎、关节积水。缺钙还可继发骨质增生，于颈椎、腰椎、膝关节、足跟等部位。调节细胞生长分化，维生素 D 可以调节细胞生长分化。钴化3醇对白血病细胞、肿瘤细胞以及皮肤细胞的生长分化均有调节作用，有助于控制病情。免疫调节作用，维生素 D 具有免疫调节作用，是一种良好的选择性免疫调节剂。有研究表明，维生素 D 对于疱疹病毒、EB 病毒、丙肝病毒、腮腺炎病毒等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它可以抑制被激活的 T 和 B1 淋巴细胞增殖，从而维持免疫平衡，这对防治自身免疫性疾病有一定的好处。影响基因活性，有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D 可以影响229个基因活性，其中包括促进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，帮助免疫细胞对抗感染，抑制恶性细胞增生等的辅助预防。帕金森，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，维生素 D 可能对帕金森病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，但具体的关系尚不明确。一旦缺乏维生素 D， 将增加多种疾病风险。二性肿瘤，维生素 D 和二性肿瘤相关，比如前列腺癌、肺癌、乳腺癌、结肠癌等。当缺乏维生素 D 时，这些肿瘤的发生风险就增加了。但如果能够获取足量的维生素 D， 就有可能减少肿瘤的发生。心血管疾病，
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就会导致血管收缩、血压升高。当血压过高的时候，高血压症、动脉粥样硬化、冠心病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了。3. 糖尿病。当缺乏维生素 D 时，容易发生2型糖尿病，且维生素 D 的水平越低，发生糖尿病代谢综合症肥胖的风险就会越高。4. 老年痴呆。2023年1月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、英国艾克塞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《老年痴呆症》杂志上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缺乏维生素 D 的人，痴呆和老年痴呆的发生风险显著的提高。维生素 D 具有预防痴呆症的潜力，尤其是在高危人群中。3. 这6类人尤其危险。如何判断是否缺乏维生素 D？ 可见，维生素 D 影响着人体多个方面。然而，很多人缺乏维生素 D 却不自知。一般来说，以下几类人群相对的更容易缺乏维生素 D。1. 很少晒太阳的人。太阳中的短波紫外线是维生素 D 合成的重要物质，很少晒太阳就容易导致维生素 D 不足。2. 老年人，皮肤较黑的人。这2类人的皮肤由于皮肤老化，黑色素较多，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，特别是70岁以后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仅是年轻时候的1/4。3. 肥胖的人群。肥胖者的皮下脂肪会与维生素 D 结合，防止其进入了血液循环。4. 肝胆肾胃肠疾病患者。这些人群容易存在吸收与代谢脂肪异常的问题，导致食物中维生素 D 的吸收不足。5. 部分工作原因。加拿大研究发现，倒班上夜班的人群中，维生素 D 缺乏比例高达 80%。坐办公室的人群，维生素 D 缺乏比例为 78%， 而户外工作的人群，维生素 D 的缺乏比例只有 48%。6. 母乳喂养的婴儿。母乳中的维生素 D 含量较少，所以出生后2周就开始补充维生素 D。4. 如何判断是否缺乏维生素 D？ 可通过抽血检查来大致判断是否缺乏维生素 D。大多数的专家认为，血液中钴化二醇水平低于每毫升12纳克或每升30纳摩尔，则说明体内的维生素 D 明显不足。另外，如果生活中经常存在骨头痛、肌肉痉挛等的症状，甚至已经有骨质疏松等，可以做个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查。5. 补充维生素 D， 坚持8个1。怎样才能将维生素 D 维持在正常水平，改善维生素 D 缺乏呢？ 1. 日光浴。老年人每日在户外进行15到30分钟日光浴，可以轻度的增高血液中的维生素 D 的水平。如果在日光浴在30分钟以上，血液中的维生素 D 可有明显的增加。2. 一道香菇油菜。干香菇中的维生素 D 含量是新香菇的8倍，因为晒干过程中能够提高维生素 D 含量。此外，干香菇还能够抗病毒、抗癌、降低胆固醇等的功效。3. 一条三文鱼。三文鱼、金枪鱼等的多种鱼类都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D， 每周吃2次鱼即可。另外，它们还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对大脑和心脏的健康非常有利。而且，鱼还含有瘦蛋白，如果不喜欢吃鸡肉的话，它是很好的替代品。4. 一瓶牛奶。无论是全脂还是脱脂牛奶都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D， 而且市场上许多牛奶还强化了维生素 D。 5. 一杯橙汁。橙汁和牛奶一样，都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D， 而且橙子汁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。 但是橙汁不宜喝太多，因为它的含糖量也不低。6. 一碗谷物。谷类食物像小麦、精米、黑米、糙米、燕麦等的谷物，食物里都为人们提供了定量的维生素 D。 比如早餐用牛奶冲泡燕麦，摄入的维生素 D 就会更多。7. 鱼肝油。维生素 D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，深海鱼肝当中含有相当丰富的维生素 D3， 可以把鱼肝中的维生素 D 提取出来，然后再做成鱼肝油。
现在很多人都会买鱼肝油来补充维生素 D， 其实这是一种补充维生素 D 的常见手段。8. 一份鹌鹑蛋。鹌鹑蛋的维生素 D 含量很高，卵磷脂和脑磷脂的含量比鸡蛋足足高出了3到4倍。这几种物质都是高级神经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，经常吃有健脑补脑的效果，而且营养分子较小，更容易的被吸收利用。但如果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依然不能维持正常维生素 D 的水平，那么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 D 的补充剂，尤其是婴幼儿、老年人、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，以及平日日晒不足的人，相对更需要补充维生素 D。但服用前最好是先咨询医师，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。你是否缺乏维生素 D， 又该如何的补充维生素 D？ 应该先咨询你的医生，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